大家好，这里是澳洲来信，门正在一点点关上。7月31日，新华社发了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，李强在7月22日签署，9月15日起实施，一共19条。表面上看是一份很平静的行政法规，但你如果把它和过去20年中国人出国的变化放在一起看，就会发现这不是一次简单修补，这是一套收口动作。他收的不只是边检口的那道闸，他收的是普通人对说走就走的最后一点心理预期，先把话说直。这次新规最值得警惕的，不是某一条单独拿出来看有多吓人，而是他把很多原本分散、模糊、临时化的限制，整理成了一套更完整的制度组合。以前很多事情靠通知、靠内部口径、靠专项整治，现在他开始往正式文本里塞，一旦塞进去，味道就变了。它不再只是今天严一下，明天松一下，它变成了可以反复使用的工具。如果只看新华社通稿，你会觉得他说得很漂亮，什么保障合法权益，什么维护主权安全，什么规范中介服务，这些词都没错。问题在于，真正落到普通人头上时，规则的方向不是更方便，而是更可控。而且这种可控不只是针对少数敏感人群，它开始往普通公民身上延伸。这才是最关键的变化。这份新规里，第一眼最容易被忽略的是中介服务备案。以前你办签证、办留学、办移民，很多人会找中介。行业里当然一直有乱象，这个我不否认。有夸大宣传的，有乱承诺的，有乱收钱的，也有拿假材料去碰运气的。但以前的监管是散的，现在他把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统一拉进移民管理机构的备案框架里。而且给了90天的备案期限，这不是小修小补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以后这个行业更难靠灰色操作活着，也意味着官方会更容易顺藤摸瓜。你递了什么材料，谁帮你做的，谁给你解释的，谁经手的，谁可能一起承担后果。这不是单纯管中介，这是在给整条出境链条上锁。第二个变化更直接，那就是申请出入境不再只是看你有没有护照、签证，他开始看你为什么去，也就是出境事由要真实、合法。移民管理机构和签证机关可以核查材料，电子数据还可以询问。如果他认为你有虚假材料或者虚假陈述，就可以直接不让你出境，不让你入境。这一步看起来很技术，实际上非常要命，因为在过去，护照和签证基本意味着一套清晰的逻辑。你有证件，你符合目的地要求，你就可以走。现在多了一层，不是你有没有资格去，而是你能不能说服他们你为什么去。而且这里没有一个足够清晰、稳定、可预期的统一标准。最后落地时，还是要看具体办事人员怎么判断。这就给自由裁量留下了很大空间。说白了，事情从材料齐就行，变成了解释要让人满意。这两个层级差很多。前者是程序问题，后者是态度问题。一旦变成态度问题，你就知道麻烦在哪儿了。第三个变化是限制出境的范围被明显扩大。以前大家对不能出境的理解通常比较有限，刑事案件在身、欠税，民事纠纷没解决，基本就这些。这次不一样，他把很多原来不那么常见，但更模糊、更容易被扩大解释的东西塞了进来，比如违反出口管制、技术出口管理规定，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、技术安全的人员，可以依法不准出境。这句话一写进去，很多行业的人就会本能地紧一下，因为它的指向不只是少数生命岗位，它还可能像高科技企业、供应链岗位、研发岗位、外贸岗位扩散。你自己未必觉得你在碰什么敏感东西，但在规则里你可能已经被放进去了。再比如骗取证件、非法出入境、受过行政处罚的人，或者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成员，在规定期限内也可能不准出境。这类条文表面上是不漏洞，实际上是把境外行为也纳入了国内控制视野。而谁来判断你在境外到底算不算违法犯罪活动？这里就很关键，规则写得越宽，解释空间就越大。还有一条，很多人会特别在意，那就是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，官方可以发布安全提醒。
移民管理机构在受理证件和边检时，也可以提醒甚至劝阻公民前往。这个以前也不是完全没有，但以前更多是通知、提示、内部操作。现在他往条文里一放，性质就变了。他从建议往限制方向滑了一步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将来中澳关系或者中日关系或者其他某个方向突然紧张起来，在更强的法律语言支撑下，口岸、证件、提醒、劝阻就可能连成一条线。对普通人来说，这种线一旦接起来，后果很现实，不是你想不想去的问题，而是你能不能顺利出门的问题。很多人会问，那我如果真被边控了，我会不会第一时间知道？从新规的文字看，好像说会告知，但真要往实际执行里看，情况未必会像大家想的那么透明。通常不是你刚被列进去，系统就主动发短信告诉你。更常见的情况还是你到了口岸才被告知。也就是说，边控并没有因为新规而变得更透明，它只是把告知义务写得更体面了一点。这个差别很重要，因为它说明新规不是朝着让你更知道自己处在什么状态去设计的，它更像是朝着让管理更顺手去设计的。你知道与不知道不是优先级最高的事情，能不能拦住才是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谁有权发边控，范围也不小。法院、监委、公安、国家安全、税务、海关、商务以及其他专项监管部门，看上去像一长串专业机构，实际上呢，就是更多系统都可以进入这个名单，而且有些权限下沉得很厉害，这才是普通人最该警惕的。你以为只有最高层部门才会动你，实际上很多时候一个很低层级的单位就能把你卡住，有的地方甚至不需要什么复杂程序，先做了再补手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不是一个特别高门槛的工具，它可能变成一个很容易被使用的工具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，出境管理已经越来越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出入境管理，它更像是一种前置筛查，先筛你是不是让人放心，再筛你说的话能不能自洽，再筛你涉及的岗位、行业、资金、背景、历史记录能不能对上官方的判断。过去很多中国人，尤其是2007年到2019年之间，真正经历过护照便利化的人，会有一种很强的错觉，好像出国一直是件很自然的事，好像拿护照就是一个普通动作。可这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历史窗口，而且这个窗口还被疫情硬生生掐断过。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看，你会更清楚地意识到，中国普通人真正意义上比较方便的出境，其实也就是最近10几年的事。在更早的时候，出国是身份，不是权利，是任务，不是日常，是单位安排，不是个人选择。再往前，很多普通人连护照是什么都未必真接触过，这点放到今天，其实很值得回味。因为很多制度变化不是从宪法里自动长出来的，中国宪法里至今也没有恢复那句曾经写过，后来被删掉的迁徙自由。也就是说，从法理上说，出境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稳固的自然权利，它更像是一个可以被开放也可以被收紧的许可。这次新规的本质就是把许可属性再往前推了一步，它不只是说你得有证件，它还说你得解释，不只是说你得解释，它还说你的解释要能通过审查，不只是说你的解释要能通过审查，它还说相关部门可以顺着你的中介、岗位、资金、记录一路往前追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组合拳，不是只打一个点，而是从前端申请到终端核查，到后端拦截，再到相关行业一起收紧。这样一来，普通人的出境成本会显著提高，不仅是金钱成本，还有时间成本、心理成本、解释成本、被误伤成本，尤其是对3类人影响会更明显。第一类是体制内公职、涉密、金融、高科技岗位的人，这类人本来就更容易被看成重点对象。现在条文里一旦把这种人写进去，边界就更模糊了。你不一定真的不能出，但你要证明自己能出，可能会更难。
第二类是经常跨境流动的人，比如外贸、项目管理、海外供应链、投资、留学、探亲、商务往返频繁的人。这类人过去习惯了相对稳定的通行节奏，以后可能会发现手续更细，问的更多，材料更琐碎，临场解释更重要。本来是一趟正常出行，现在搞得像一场面试。第三类是原本就依赖中介的人，留学、移民、签证、探亲材料、跨境服务，很多人都离不开中介。行业收紧后，真正受益的不一定是消费者，很多时候消费者会先承受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效率，因为合规更重，备案更多，审查更严，服务变慢。中介想活下去就会更保守，更保守的结果就是更不敢替你冒险。那普通人怎么办？我的判断很简单，如果你近期真的要出境，别再用以前那套粗放思路，你要把材料准备成一个闭环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去哪里，为什么去，待多久，谁接你，住哪里，怎么回来，前后逻辑都要一致。机票、酒店、邀请函、工作证明、行程单、同行人信息尽量都对齐，不要出现前后冲突，不要今天说商务，明天说旅游，不要你说一套，同伴说另一套。以前很多人觉得出国只要证件齐，别的都是小事，现在恐怕不是了。现在更像是你需要准备一次口头答辩，而且这个答辩不是像学校，而是像口岸的具体执法人员，这就很现实，也很冷。还有一点，很多人容易低估，那就是所谓异常情况的排查。刑事、民事、欠税，这些至少还比较清楚。可一旦涉及国家安全、行业敏感、技术出口、数据、供应链，很多人自己都不确定会不会踩线，这时候最麻烦。因为规则越宽，普通人越难自我判断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种制度设计最厉害的地方，不在于每次都真的拦住很多人，而在于它让所有人都更谨慎，让你在出门前先想一遍，会不会出问题，让你在填表时先想一遍，会不会被挑毛病，让你在回答问题时先想一遍，会不会说错。久而久之，人的心理边界就被改了，而这恰恰是很多人最不容易察觉的部分。限制自由最有效的方式，从来不只是直接禁止，还有一种方式是不断提高你使用自由的心理门槛。你不是不能走，但你每走一步都要先想代价。你不是完全不准走，但你得先证明你值得走。从澳洲这边看，这种变化会更刺眼一点。在澳洲，出入境当然也有审查，也有边检，也有安全管理，但它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公民自由流动是常态，限制是例外。中国这套新规给人的感觉正好相反，它越来越像限制是常态，放行才是例外，这就是制度气质上的差别。当然，我不认为这条新规会让所有人立刻都出不了国，那不现实。很多事情不会一下子变成铁板一块，它更可能是一个渐进过程。先是公务、公职、敏感行业更紧，再是中介和材料更严，再是边检问询更多，再是某些地区、某些人群、某些理由更容易被卡。最后，大家慢慢适应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，这不是单条法规的问题，它是一个信号。它告诉你，政策的重心正在从方便流动转向控制流动，而且这个转向已经不再遮遮掩掩，它开始公开写进正式文本。如果你把它和最近几年中国在很多领域的治理风格连起来看，就不难理解。问题出现时，第一反应不是放松规则，而是继续加密规则。担心失控时，第一反应不是建立透明救济，而是先把入口收紧。这种思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，出入境只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块。李强签下这份规定，当然不代表他个人就是所有收紧的唯一原因，但从结果上看，这份规定确实是一个很明确的动作。他把出国从一个越来越像日常权利的事，重新推回到审批、解释、控制、劝阻、拦截的框架里。这是老路，也是熟路，更是很多人不愿意再回去的路。所以最后我想说，别把这事看成一条技术新闻，它更像一面镜子，它照出来的是中国普通人对边界、流动和自由的空间。
正在被重新定义，而且这一次定义的更细也更硬。如果你在中国生活，或者你和中国有频繁往来，这条线不能不看，它未必会明天就把你拦住，但它会让你在很多原本理所当然的事情上开始感觉到不确定，而不确定本身就是收紧的一部分。再往深一点看，这套规则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作用，它会把很多原本属于个人安排的事情重新变成组织可见的事情。你本来只是请几天假去探亲、去旅游、去开会、去参加一个学术活动，在正常社会里，这些都应该是私人生活的一部分。但现在材料一层层往上堆，理由一层层往下问，整个过程就会慢慢变成一种可审查的生活轨迹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最烦的不是被直接拒绝，而是你连是不是会被拒绝都不知道。你得先花钱订票，花时间准备材料，花精力协调工作，花脸面跟家里人解释，最后到了窗口，可能一句话就被打回来。这就是制度真正消耗人的地方。它不一定每次都用力打你，但它会让你每次出门前都先消耗一遍自己。这种感觉，澳洲人其实不太容易从本能上理解。在澳洲，普通人出境大多是默认自由，你要去就去，买票、过关、出发，逻辑很简单。即便有边检、有签证审查，那也是围绕入境方和安全方展开，他不会把为什么你要出国变成一个普遍的前置政治问题。这就是差异，一个是把出行当成常态，一个是把出行当成需要解释的例外。还有一点要提醒，新规之所以厉害，不只是因为它写进了什么，还因为它把很多以前能操作，现在更容易留下痕迹的事情固定下来了。以前有些做法靠口头通知，靠临时协调，靠内部掌握，外人很难复盘。现在写进条文后，反而会形成一种更长期的制度记忆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只是收紧，明天就可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解释，后天再往外扩一点。制度一旦开始往里收，就很少自己主动往外松。所以你看，这件事表面上讲的是出入境，实际上讲的是国家和个人之间那条线，谁来画，画到哪里，能不能后退。如果一个社会把这条线画得越来越靠近个人，那么个人的活动空间就会越来越小。而一旦这种变化发生的足够久，人们就会把它当成正常，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。很多中国人以前对自由这个词比较迟钝，不是因为不懂，而是因为太久没有在日常生活里真正体会过它的边界。一旦你长时间生活在一个什么都要解释的环境里，你会慢慢忘记，原本不需要解释才是正常。这也是为什么每一轮收紧都会改变下一轮人们的预期。人不是一下子被驯化的，人是一次次适应之后，慢慢把例外当成常态。如果从现实操作的角度讲，我给普通人的建议还是那几句。第一，不要帮别人代递明显有问题的材料，你以为只是顺手，最后可能变成共同责任。第二，不要为了省事儿，去找那些承诺的太满的中介，他们今天敢说包过，明天就敢说你自己填错了。第三，不要把出行计划做得太临时，越临时越容易出现逻辑漏洞，而这些漏洞在新规则下更容易被放大。第四，如果你本身就在高敏感行业，提前把自己的岗位性质、工作内容、保密义务、公司要求出境审批流程梳理清楚，别等到真的临门一脚才发现自己卡在了最基础的一环。有时候不是你不能走，而是你没有提前把该问的人问清楚。这在以前也许是麻烦，在现在可能是决定性差别。第五，和同行人、家人、合作方的说法尽量保持一致。很多边检问题并不复杂，问的就是时间、目的、停留、联系人。你以为是小问题，对方却可能就是抓这个，所以别低估口头回答，别把它当闲聊，它现在已经越来越像正式审查的一部分。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层面，值得单独说，这类规则一旦执行一段时间，社会上会出现一种新的分层，一部分人仍然能自由出境，但会越来越像特例，另一部分人则会慢慢学会自动避开旅行，避开跨境，避开任何可能引发麻烦的选择。久而久之，
普通人会把少折腾当成最稳妥的策略，而少折腾通常就是少流动、少尝试、少接触外部世界。这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可能在短期内更好管，但从长期看，它会让社会更内卷，也更封闭。因为人一旦不容易出去，眼界、机会、收入结构、教育选择、家庭安排都会一起变窄。这不是一个口岸问题，这是一个生活方式问题。澳洲这边很多华人家庭其实很容易感受到这种差别。有的人在澳洲生活久了，已经习惯孩子放假可以去别的国家，工作可以跨境，家庭可以两头跑，但每次回头看中国那边的政策收紧，都会发现原来能不能自由出去并不是一件自动成立的事儿，它取决于制度气质，而制度气质一变，人的预期也跟着变。所以这次新规真正值得记住的不是某个技术条款，而是他把一个长期趋势说得更直白了。他告诉所有人，出国这件事在中国正在重新变得更难，不是一点点难，是结构性的更难。如果未来还会继续往下走，我一点都不会意外，因为一旦一个系统发现收紧比放开更省事儿，收紧就会被反复使用，而且每次使用都会多一个理由，最后剩下的不是权利清单，而是限制清单。这就是今天这份规定最值得警惕的地方。它不一定立刻让很多人掉进坑里，但它会把坑挖得更深，把边更硬，把门更窄。等到大家再回头看，才会发现原来很多本来以为不会丢掉的东西早就已经被慢慢拿走了。这里是澳洲来信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咱们